一经发布就受全球关注，两起事故受到各界质疑。3月的悲剧改革业界文化，4台车型风波不断。5月出面道歉，6月翻身成为全世界最快的电动车之一，形成多次的风波浪潮。而这台具有高度讨论的车型就是小米速7。在6月11日 ，Nürburgring 官方更新了赛道记录，人们熟知的手机大厂小米竟然以7分04秒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成为量产电动车和4门房车的最快存在。而且，他们仅是一家造车不到2年的车企，是如何短时间内成为赛道的顶尖竞争者呢？这边先简单了解小米的历史。小米成立于2010年4月，当时由雷军为首，以及多位科技领域工程师一起创立。首款产品是打造出作业系统 MIUI， 凭借着不断持续优化和更新系统，逐渐摸清智慧型手机的全新领域，并在隔年推出了第一部手机小米手机1，不到2000人民币的低廉价格，很快就吸引大批消费者买单。随后在几年里迅速发展，建立起庞大的物联网生态链。通常企业都会为主打商品推出相似的产品。比如 Apple 就推出耳机、手表和充电头，小米也不例外，但是他们还将目光朝向智慧型家具，像是灯具、吸尘机、门锁，还有普通家具的吹风筒或者烤面包机，从电子产品延伸到家具领域，甚至连水壶、screwdriver 都有。然而，小米还不罢休，透过在2017年雷军投资在小鹏汽车的机会，逐渐涉入汽车领域后，便在2021年，雷军就在小米 Mix Phone 新品发表会上宣布，将会成立新的全资子公司，进入到智能电动汽车行业。计划未来10年投资100亿美金到该项目。虽然手机品牌加入汽车领域本是一件常见的事，不过多数是环绕汽车作业系统和人工智能驾驶作为业务。但小米效仿 Apple 的远景，企图打造量产车型，加上那时期可是中国造车新势力泡沫破裂的开始，没有技术、资金、供应链的品牌都已经纷纷出局，而小米选择那时候投入，就引起广大的支持和质疑。然而，在2023年12月28日，开发代号 MS11 的项目正式揭晓，万众期待的小米速7强势登场。原本以为是 Apple 会提前实现手机领域跨出到汽车行业的先锋，却被小米抢先成为首席，并且 Apple 在2024年就宣布取消他们的 Project Titan， 象征果粉只能体验 Apple CarPlay。最后我们定价多少钱呢？21.590万。小米刚发布新车时，就以21.59万的起步价进入行政级电动轿车梯队。小米速7基本上分为标准、Pro、Max 版本的3种车型，并且 Max 版本采用双电机配置，动力输出可以达到673匹、838牛米，即使整车重量来到2205公斤，但0-100加速仅有不到3秒。夸张的动力表现、丰富的设备配置以及价格方面依然保持高性价比的优势，加上常年累积的品牌口碑，成功吸引大批粉丝和追求快感的人购买。距离第一次交付车辆的第348天，就已经达到20万台的庞大成交数量，速7瞬间席卷整个市场。然而，过了几个月后，雷军就在年度演讲中公布了 Ultra 原型车，并强调这台将会挑战 Nürburgring 赛道。看到这种后缀名字，不禁让人闻到一股浓浓的电话味。但是，这台车之后的表现却跌破众人眼球。10月24日，由赛车手 David Peter 驾驶速7 Ultra 原型车，在纽北赛道取得6分46.874秒。不过，这台是基于量产车型打造的改装车，所以位列原型车主的第4名。专业 Nürburgring 车手 Misa Sharodin 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表示，这台车在偏湿滑赛道以及中途遇上动力中断的窘境，在2023年耐力赛冠军 David 的操控下，依然取得6分50秒以内的成绩。认为只要时间是在7分钟以内完成，这台车已经是具有优秀的机械工艺，并且预测在良好的环境下可以拥有更好的时间成绩。摊开这样的表现，与蔚来 EP9 在2017年创下的成绩相差不到1秒的差距，让不少人认为，如果是更好的环境条件下，可能可以直接挑战 Lotus Evija X 的时间纪录。
然而，正当我把草稿写完并录音之后，就在26号当天就收到他们再次向纪录发起挑战，并创下6分22.091秒，跃升原型车组别的前3名，把先前提到的如果化成现实。同时，他们还准备量产车型 Ultra 进行纪录挑战，最终取得7分04.957秒的成绩，树立电动量产车型最快纪录，击败了一直以来视为标杆的 Tesla 和 Porsche 车厂，甚至还以0.341的毫秒差距打败号称世界公认最快的电动超跑 Rimac Navara。家用车的4门配置对抗环绕速度设计的超跑，丝毫不落下风的表现，甚至价格还相差了40倍左右，瞬间在各大车圈炸开锅。实际测试时间是在愚人节当天，仿佛是在和车圈开的扯淡玩笑，在各大车圈引起广大的讨论。旗下首个产品就击败各界汽车制造商，在近100年历史的赛道书写各种新势力的记录，而且还是家里用的扫地机器人红牌产品。评论区也纷纷留下搞笑的名言。Ultra 会有如此强大的表现，要归功于小米在研发汽车上积极参与和布局。首先，车辆的设计团队核心是由曾经担任 BMW 首席设计师的李田园领衔，以及汽车界最代表性之一的设计师 Chris Spangle 担任顾问，很大程度在空气动力学上提供很大的帮助。当然，动力也是速度的关键。速七 Ultra 搭载由小米自家研发的3台电机，分别为负责前轮的 Hyper Engine V6 和负责后轮的2台 Hyper Engine V8X 电机，综合起来马力可以达到1517匹、1770牛米，并且3台电机都有扭矩智能动态分配，通过高频率检测和控制输出，大大提高过弯的稳定度。为了应对长时间高压力的运转，他们开发全新一套冷却系统，还有电车的核心部件之一的电池模组，是被誉为 LFP 电池技术的领导者宁德时代量身打造的 2.0 NMC 电池模组。在这些资深人才和企业合作开发下，光是0-100加速 Ultra 只需要不到2秒就可以完成，6秒就达到200时速，15秒就达到300时速。在 Nürburgring 长直道上更是达到惊人的345时速。为了匹配现有的动力，其余配备像是刹车系统、轻量化套件和车身结构都有相对应的升级。在各大专业车评人分析后，大多认为极快的出弯加速力、电池输出量稳定不降功率以及过弯表现仅略输给泰肯 GT。这份成功的事迹，其实从小米这间公司诞生就可以了解，他们一直以来就擅长研发电子产品的领域。再来，透过不断与其他企业合作，推出各种挂名产品以及资讯交流，加上雷军一贯不干涉的投资理念，为后来进入汽车工业的步伐有一套熟悉管理流程和识别优秀企业的慧眼，将打造顶级汽车的难度由困难模式转换成多章节攻破模式，才会有今天的小米速七 Ultra。虽然这台在赛道上是叱咤风云的存在，不过在民用市场却发生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公关危机，一起严重交通事故把风头正劲的速七推入舆论的漩涡。一辆小米 SU7 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上护栏，起火燃烧，车内3名大学生全数身亡。这是一起发生在3月尾的交通意外。事故发生后，小米就公开了车辆相关信息，内容提到，在发生事故的前2秒 ，NOA 智慧辅助驾驶模式检查到前方有障碍物，就立刻切换成人为驾驶。然而，当下时速116的情况下，驾驶者在短时间内尽力做出减速动作后，就不幸遇难，瞬间在网络上纷纷引起众人对于小米制造的电动车安全性能产生质疑，并且还有流传，根据受难者家属提出，在使用钥匙企图打开车门营救时，4个车门却都是紧闭状态，无法打开车门，引发了网民对车辆电子系统遭遇撞击后会将车门锁死的问题产生议论。对于这次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详细的鉴定报告，所以只能继续等待事件的真相。在发生悲剧后，当地交通机构就采取行动，制止各家企业过度美化辅助系统，因为在发布会或者网络营销上，车企都会炫耀自家的车子有多智能，将控制权都交给自家处理的思想言论。
我们的 L3的标准的设计，自动驾驶 L3 的标准，L3的标准，你理论上你也可以该睡个觉都可以说，不用一会儿摸一下方向盘了。不过现实是，很多车子的辅助系统只有达到国际组织 SAE 标定 ADAS 的 Level 2，而有些车企会用文字游戏或者建立一个专有名词来覆盖 Level 2的定义，像是高阶智能驾驶 Level 2.9等等，甚至很多汽车博主或者流行影片都会用错专业用词和不正当使用辅助系统。这些漂亮的伪知识造成公众对于辅助驾驶产生错误观念的效应。速7上开启的 NOA 智能辅助系统就是属于 Level 2，需要驾驶人全程监控驾驶状况，并随时接管驾驶权。3月创下的悲剧以及其他类似案例，就是营销市场影响的受害者。那些说开启辅助系统就可以放心交给车全程来行驶，这句话是非常不负责的言论。然而在这一次风波后，4月和6月又再次把小米陷入议论之中。我操，完了！一部关于速7 Max 分别在赛道上失控撞毁，引发热烈的讨论。两者失控的原因都是来自 Max 搭载的 NAO 刹车片出现严重磨损，导致刹车失效。事后，网民和一些车评人就认为，超过2吨的车重搭配高动力的规格，刹车用料却没有匹配该有的水平。虽然普遍都知道原厂车配备的刹车系统是不能直接下赛道，但是这2次的案例是因为相比其他原厂车，速7 Max的刹车表现过早出现衰退，才会被质疑车辆安全性问题。并且低廉的价格就可以获得高动力的速度机器，吸引非常多对速度清新的买家入手。但大多数人不是专业车手，无法驾驭高动力所带来的激烈车身动态，加上常常开启加速赛挑战，从而导致频频发生道路事故。为了降低事故的发生，在 Ultra 推出时，他们就在车辆系统设定限制，必须超过300公里才能解锁全马力以及极速，俗称新手磨合期。或许是考量严格力度不够大，所以小米就直接把马力锁在888匹，以及加长弹射模式时间到1分钟，而车主必须要在指定赛道突破目标时间才能解开封印。这一举动产生两面的声浪，支持的认为提高用路安全，反对的认为剥夺车主的权益，于是小米就取消了加强限制。然而风波还未停息，在 Max 车型陷入安全危机期间，5月小米官方推出了效仿 Ultra Prototype 车型的双出口碳纤维引擎盖，并声称可以增强冷却效果。然而在几位车主对这款引擎盖进行测试后，却发现它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额外的气流，意味着这副售价高达 4.2 万人民币的性能改装品只是装饰作用，让超过300名苦主联合起来要求签了退款。这事件一发酵，就导致官网发表道歉声明，并纠正说这是一款仿制品，同时给予已经预定和购买的客户替换其他产品以及小米积分，但这些补偿并没有完全覆盖车主亏损的金额。其余的负面评价，像是外观就被大量批评整车设计抄袭 Porsche Taycan 或者 McLaren 720S 的头灯。不过我这样看是没有到完全像啦，不是要帮小米说话，而是说像的话，感觉会对不起 Porsche 和 McLaren 的工程师。还有就是速7在产品质量上也受到各界车主的批评，前叶子板松懈、智能系统失灵，甚至人在车外可以打开车窗这种过于智能的表现，在网络上引起大量的投诉。一次又一次的公关危机，导致速7的口碑跌落淤泥。强大的营销力度带来庞大的商业效益，反之更容易陷入舆论的漩涡中。车子软硬体安全性争议成为小米速7难以突破的门槛。这是一款高讨论的车型，不仅是车企背景所带来的流量，更是制造出世界级的跑车规格，并且价格亲民，数量庞大。虽然期间遇到各种争议，不外乎都是与质量问题挂钩，而小米并没有因此停止开发汽车项目，继续推出另一款车型御7。我个人也希望小米能够透过这次的危机，转变成推动产品质量完善化。毕竟很多的安全技术是从一场悲剧改革而来。不过光从技术工艺角度来看，这依旧是一款强大的公路家具。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下一期会讲解与小米汽车那种短时间成立不同，他们是拥有100年历史的车企，而他们打造的旗舰超跑又是什么样的等级？
我是子阳，下期为你们讲解 Mercedes AMG ONE。